在2024年中，日本某家隐秘的地下实验室深处一道紧闭的大门之后，埃隆·马斯克亲眼见证了震撼人心的一幕，这一幕几乎颠覆了他创立特斯拉所要证明的一切理念。这并非电池技术的革新，亦非锂元素的重大突破，而是出现了一种对硅谷的梦想构成更深层威胁的新型内燃机。它以氢能为驱动力，能够彻底消除尾气排放，并且完全不需要依赖任何充电设施。为何丰田要将这项关键技术秘密研发？这项技术将对美国的产业工人、华尔街的投资以及你未来的座驾产生怎样的影响？因为如果连电动时代的先驱埃隆·马斯克都感到震惊和不安，那么轰轰烈烈的电动汽车革命或许并非未来的唯一走向，甚至可能这场革命已经悄然落幕。丰田氢燃料引擎的突破，丰田推出的这款新型引擎无需配备庞大的电池组，也不需要连接充电插头进行充电，更不需要依赖遍布全球的充电网络，同样摆脱了对远在地球另一端的稀土矿产的依赖。它直接燃烧氢气产生动力，这与传统的燃料电池汽车通过化学反应将氢气转化为电力不同，它采用了更直接的方式，就像传统的汽油发动机那样进行燃烧。这款引擎虽然名义上仍属于混合动力系统的一部分，但其核心设计理念就是要打破传统内燃机与电气化动力之间的严格界限。通过与斯巴鲁、马自达进行深度合作而开发的这套动力总成，能够与电动机实现流畅的集成，电动机能够无缝衔接内燃机，同时又保留了活塞驱动燃烧所带来的原始机械力量。这意味着该系统能够提供即时的强劲扭矩、较长的行驶里程以及快速的燃料加注过程，并且在整个过程中实现二氧化碳的零排放。其唯一的副产品是什么？仅仅是水蒸气。更重要的是，丰田的这款发动机的技术潜力远不止于氢能，它能够灵活地适应多种不同的燃料类型，包括合成燃料、生物柴油以及传统的汽油。具体的选择可以根据不同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和燃料供应情况来决定。更关键的是，丰田的这款发动机不仅仅局限于使用氢燃料，它还展现出对多种燃料的兼容性，例如合成燃料、生物柴油以及传统汽油，可以根据不同区域的基础设施和供应状况进行灵活切换。这种燃料的灵活性是目前任何纯电动汽车都无法比拟的优势。它无需使用含有钴元素的电池，不依赖于稀缺的锂资源，更不必依赖于燃煤发电厂所产生的电力来驱动车辆。通过在使用碳中和燃料时切换到内燃机模式来达成碳中和的目标，丰田巧妙地规避了电动汽车领域所面临的几乎所有挑战，同时还保留了燃油发动机所固有的机械优势。其在设计上的变革同样具有颠覆性意义。工程师们缩短了活塞的形成，使得这款发动机的体积相较于传统的内燃机组缩小了10%到20%。这一变化使得汽车的前部设计可以更低矮，从而优化了空气动力学性能，并提高了燃油效率。为了确保扭矩输出不受影响，丰田巧妙地整合了低转速响应出色的电动机，最终的成果是一个性能可以媲美跑车，而排放却如同风力发电机一样清洁的动力系统。紧凑的发动机结构还意味着它可以广泛应用于丰田旗下的各种车型，从城市微型掀背车到重型皮卡车，它具备良好的可扩展性和适应性。更重要的是，这项技术已经非常接近量产阶段。这不禁引发人们的深思，特斯拉的未来之路将走向何方？本视频内容颇为深入，请务必订阅，以便获取更详尽的分析。感谢您的支持。特斯拉电池帝国的潜在瓦解，电动汽车的电池原本被寄予厚望，要成为拯救地球的关键技术。然而，它们自身却逐渐演变成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电池驱动汽车的梦想，其根源始终在于对清洁能源未来的美好憧憬。零排放、安静的街道、告别石油战争和雾霾笼罩的城市。但是实现这个梦想的代价是什么呢？是大多数消费者从未真正意识到的隐性成本。仅仅为了制造一块锂离子电池，汽车制造商就必须开采数千磅的矿石。锂、钴和镍这三种关键元素，往往是在环境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从地球深处被挖掘出来。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常常可以看到儿童在钴矿中从事着近似于奴隶般的劳动；而在南美洲所谓的里三角地区，大量的宝贵水源被从原住民社区引走。即便这些矿物最终被开采和提炼出来，组装成单个电池组的过程仍然会释放出惊人的温室气体。有研究估计，仅电池的制造过程就可能排放高达4吨的二氧化碳，这意味着需要数年的驾驶才能抵消这些碳排放。
更令人担忧的是废旧电池的处理难题，目前只有大约5%的锂离子电池能够得到有效的回收利用，那么剩下的95%呢，它们往往被随意丢弃，造成渗漏和污染。目前还没有一种高效且盈利的方式能够回收其中大部分的宝贵材料，至少在现阶段尚未实现。而丰田的这款新型发动机则完全避开了这些棘手的问题，它不需要大规模的露天采矿，不需要复杂的全球矿物运输，也不需要对稀土进行提炼，它可以在区域性的工厂进行制造，利用本地生产的氢气作为动力来源，并且可以通过人们熟悉的工具和维修系统进行维护。换句话说，它具有真正的可持续性，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更是在实践中切实可行。这不仅是工程技术上的一次重大胜利，更是在道德层面给予了沉重的一击。特斯拉垄断地位的悄然崩塌，马斯克的沉默或许已经说明了一切。特斯拉在其自身开创的领域内似乎已经被后来者超越了。在过去的10多年里，特斯拉始终坚持一个大胆的赌注来塑造其品牌形象。未来的汽车世界将由电池动力主导，其他所有技术都将变得无关紧要。每一座工厂的建设，每一个汽车平台的研发，每一笔研发资金的投入，都围绕着同一个核心理念运转：全面转向电气化，没有备选方案，也没有任何应急措施。特斯拉既没有开发混合动力系统，也没有探索内燃机灵活适配多种燃料的方案，甚至从未着手建设氢能基础设施。但是丰田却默默地完成了这些布局。特斯拉引以为傲的超级工厂，那些坐落于内华达、上海和柏林的庞大电池生产基地，其整个生产体系都围绕着锂基供应链进行了优化。这意味着任何偏离电池优先的生产策略，都将迫使这家公司彻底重构其制造模式。华尔街的投资者们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在马斯克对丰田这款新型引擎发表了含糊不清的评论之后，特斯拉的股价开始出现波动。一些机构投资者已经开始悄悄地提出疑问：为什么特斯拉没有制定明确的氢能发展路线图？如果合成燃料在发展中国家普及的速度超过电池技术，会发生什么？为什么丰田正在积极申请新型动力总成的专利，而特斯拉却似乎仍然固守着相对单一的技术架构？自从特斯拉像火箭般崛起以来，其一直对外宣传的宏伟叙事框架首次出现了明显的裂缝。这已经不再仅仅是速度上的竞争，也不是设计风格的比拼，更不是自动驾驶技术的较量，这已经上升到关乎企业生死存亡的竞争层面。丰田并没有选择在高端市场直接挑战特斯拉，也没有推出任何引人注目的超级跑车，它所打造的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变革，一种能够从根本上重塑个人出行背后整个能源格局的发动机技术架构。随后，丰田还申请了一项令马斯克始料未及的专利。幽灵战略，丰田的长期布局，他们的工程师不仅仅在实验室里进行深入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将这款新型内燃机放在赛车赛道上，在极其严苛的条件下进行测试。他们与化学工程师、氢能专家以及空气动力学家紧密合作，共同重新构想下一代引擎的形态。这一切都源于一项精心策划的战略，其目标是赢得未来20年的市场，而不仅仅是下一个季度。当各国政府纷纷为推广电池驱动的电动汽车设定宏伟目标时，丰田却将目光聚焦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在许多地区，现有的电网承载能力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的电动汽车转型。他们敏锐地洞察到，充电站仍然相对稀少，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和发展中市场。他们的目标并非盲目追逐当前的潮流，而是耐心等待世界意识到电动汽车并非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的那一刻。他们并非落后，而是在保持着高度的耐心。而如今看来，其他竞争对手想要追赶，可能已经为时已晚。工程杰作，缩小发动机体积这款看似微小的发动机，或许是特斯拉迄今为止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在非专业人士看来，它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动力单元，然而在其外壳之下却蕴藏着现代汽车历史上最重大的工程突破之一。这项突破并非源于复杂性的增加，而是恰恰相反，源于设计的精简化。丰田的工程师们巧妙地缩短了活塞的行程，这个看似简单的决定却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此项调整使得整个发动机缸体得以显著缩小，相较于现有的同类产品，其重量和体积都减少了10%到20%。尺寸的缩小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更紧凑的缸体设计使得车辆可以采用更低的发动机罩轮廓，这不仅提升了车辆的美观性，更有助于优化空气动力学性能。结果是什么呢？燃油经济性得到了显著提升，同时在高速行驶时，车辆的操控也更加平稳。体积的缩小也意味着更高的设计灵活性。这些紧凑型的
发动机可以更广泛的应用于各种不同的车型，从微型城市代步车到全尺寸 SUV， 而且得益于先进的混合动力技术，活塞行程缩短所可能导致的低速扭矩下降问题，被集成式电动机的及时响应完美的弥补了。这不仅仅是内燃机的简单复兴，更是一场彻底的革新。对特斯拉的电池霸权构成致命威胁的是，这些新型引擎可以实现多种不同的配置，纯燃油模式、轻度混合动力、全混合动力、氢能兼容以及合成燃料适配。这绝不仅仅是一代产品，而是一个能够支撑未来半个世纪的动力平台。相比之下，特斯拉目前坚持的纯电池架构突然显得僵化而缺乏灵活性。丰田所创造的不仅仅是一个发动机，更是一个模块化的动力总成系统。与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性能衰减且依赖于稀有矿物的电池组不同，这套新的系统可以通过不断发展的清洁燃料生态系统进行维护改造和燃料补充。未来的汽车世界并非变得更加安静，而是变得更加智能化。丰田与斯巴鲁、马自达的联盟内部未来的发展方向并非走向寂静无声，而是迈向智慧化的能源解决方案。丰田、斯巴鲁、马自达联盟内幕，这并非丰田的单打独斗，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伏击，由3家实力雄厚的汽车制造商联手出击。在汽车行业，合作通常意味着临时的联盟或者简单的贴牌生产。然而，在2024年，丰田宣布与斯巴鲁、马自达达成内燃机研发联盟。当特斯拉等专注于电池技术的企业加倍压住纯电动战略时，这个日本联盟却另辟蹊径。3方协同启动了一项雄心勃勃的研发计划，重点聚焦于氢燃料燃烧技术、合成燃料以及先进的混合动力内燃机系统。这3家企业各展所长，马自达贡献其在转子发动机和燃烧效率方面的深厚积累，斯巴鲁则凭借其久负盛名的全轮驱动系统以及赛车部门积累的宝贵性能数据和技术，而丰田则提供关键的核心支撑、强大的制造能力、领先的混合动力技术以及在氢能基础设施方面的长期投资。该合作协议最强大之处在于其独特的结构，并非传统的企业合并，而是一个建立在友好竞争基础之上的合作框架。各家车企将独立进行各自版本的研发和测试，但是所有的重要发现和技术突破都将进行共享。这种模式既避免了重复投入，又极大地加快了研发的进程。工程师们进行交叉培训，共享顶级的测试赛道，并协同开发关键的原型车辆。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打造更卓越的发动机，更是要从整体上超越整个汽车行业的技术水平。当西方的汽车企业仍然封闭在纯电动汽车的回音壁中时，日本已经动员了3大汽车巨头的顶尖智慧，共同开发出能够应对电力中断危机、摆脱对稀土资源的依赖、提供及时强劲扭矩，并且彻底消除续航里程焦虑的技术组合。他们不仅仅是在为未来的竞争做准备，更是在积极谋求未来的行业统治地位。令华尔街胆寒的专利丰田提交了一系列全新的专利申请，马斯克的工程师团队对此保持了沉默。这些文件揭示了硅谷鲜有人预见的技术突破，不仅仅是发动机本身，也不仅仅是燃烧系统，而是一整套完整的动力平台。丰田已经锁定了关键的知识产权，用于开发一种模块化的混合动力氢燃料燃烧系统。该系统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可以适配几乎所有不同级别的车辆，从微型城市汽车到重型卡车以及高性能跑车。这项新的设计彻底摆脱了对稀土材料的依赖，其燃烧室经过专门优化，能够高效燃烧氢气、乙醇以及各种合成燃料。更具颠覆性的是，该系统只在必要时才启用电动机，从而大幅降低了对传统电池组的整体依赖。华尔街的分析师们此前普遍对电池电动汽车的主导地位持乐观态度，现在开始重新评估他们的预测模型。财务模型中首次纳入了特斯拉市场份额不仅停滞不前，甚至可能出现下滑的情景。那些曾向电动汽车 ETF 投入数十亿美元的基金经理们开始将他们的投资分散到与传统燃油相关的投资组合中。特斯拉的股价应声下跌，而丰田的股价则一路飙升。长期以来一直主导电动汽车领域话语权的马斯克拒绝直接评论这些专利，但是特斯拉内部人士透露，公司正在密集召开闭门会议，多名工程师正在紧急查阅公司存档的氢能研究资料，局势已经悄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真正令特斯拉感到动摇的，不仅仅是丰田发明了新技术，更在于他们已经完成了相关的法律保护、系统规划，并且正准备将这项技术部署到特斯拉目前所掌控的每一个细分市场。而最大的颠覆性冲击，并非来自工厂的车间，而是来自华盛顿的政治中心。当立法者们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需要重新评估对电动汽车的补贴政策、基础设施规划以及排放标准时，
他们开始思考一个此前难以想象的问题：美国是否在支持错误的技术方向？因为丰田的这项计划不仅仅关乎技术工程，更深层次上关乎一场权力的博弈。凭借这些关键专利，他们已经牢牢掌握了主动权。华盛顿最糟糕的设想立法者们曾为电动汽车的未来制定了宏伟的蓝图，然而丰田的创新却彻底粉碎了这些设想。在过去的10多年里，美国政府在电池驱动的电动汽车领域投入了巨大的赌注，其核心理念简单明了，且在政治上相对安全。建设覆盖全国的充电网络，大力补贴电池技术的研发，推动汽车制造商全面转向零排放的电动汽车。汽车制造商全面转向零排放的电动汽车，从税收抵免到重要的气候立法，几乎所有重大的联邦政策都基于这样一个前提：电池电动汽车是汽车工业的最终归宿。然而，当埃隆·马斯克走出丰田的研发中心，并且承认了一个此前无人预料的事实：丰田的新型引擎可能会摧毁整个电动汽车产业时，这个精心构建的幻象瞬间崩塌。美国电动汽车转型的核心依赖于数十亿美元的纳税人补贴，从直接激励电动汽车购买者到对充电网络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华盛顿规划的未来蓝图始终建立在电池电动汽车是终极目标的前提下。美国电动汽车转型的核心建立在数十亿美元的纳税人补贴之上，从为电动汽车购买者提供的直接激励到对充电网络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华盛顿规划的未来是由锂离子电池驱动所有交通工具，从私家轿车到商用卡车。但是现在，随着丰田新型氢燃料混合动力技术可能颠覆这些预期，这项巨额投资的逻辑基础正受到严峻的质疑。突然之间，清洁能源的成本问题不再显得那么简单。在美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且人口分散的国家，建设和维护广泛覆盖的快速充电站已经将基础设施预算推向了极限。由于部署速度缓慢且可靠性参差不齐，就连最初的支持者也开始质疑这是否是唯一值得选择的道路。丰田的新技术既不需要庞大的充电基础设施，又避免了对稀有矿物的过度依赖，已经将这些原有的假设彻底颠覆。电池偏见的质疑声开始在美国国会的走廊里回荡。据称，在一些闭门会议中，参议院能源委员会的部分成员已经要求重新评估现有的资金分配方案。他们质问道：为什么要把美国纳税人的钱锁定在单一的能源路径上，尤其是在这条路径正受到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之一强有力挑战的情况下？在幕后，国会的工作人员正在起草可能放宽现有电动汽车强制标准的条款，或者重新引入对混合动力和氢能技术的激励政策。随着丰田创新成果逐渐显现，美国整个绿色交通战略如今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然而，政治并非唯一的战场，因为在底特律的街道上，那些曾经致力于建造美国汽车工业未来的工人们已经开始采取反击行动。劳工对纯电池未来的反抗，这不仅仅是裁员，更是一种背叛。对于铁锈地带的工人来说，电动汽车的热潮本应带来的是就业的稳定，而不是更大的不确定性。然而，随着以电池为核心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许多工人开始察觉到一些令人不安的现象。那些曾经需要整个技术工人团队，包括机械师、发动机制造师和变速箱专家共同完成的工作，正逐渐被紧凑的模块化妆配线所取代。电动汽车的本质决定了它需要更少的零部件，而零部件的减少直接意味着就业岗位的减少。当俄亥俄州、密歇根州和印第安纳州的工厂大门相继关闭时，那些曾经组装发动机和动力传动系统的工人被无情地抛在了身后。整个围绕内燃机技术建立起来的社区突然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身份认同和主要的收入来源，向电动化转型承诺了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但是人类为此付出的社会代价又是什么呢？相比之下，丰田的新型混合动力氢燃料发动机并没有消灭这些传统的工作岗位，反而提升了它们的价值。其复杂性要求更高水平的发动机组装、传动系统安装、混合动力系统校准以及氢气安全认证等专业技能。它并非简单的取代工厂工人，而是重塑了他们的职业角色。这一消息正在迅速传播开来。在工会领导与汽车行业高管的私下会晤中，紧张的气氛日益加剧。工会代表正强烈要求建立包含混合动力和氢燃料车辆在内的多元化生产线。他们明确指出，完全依赖电池的工厂对于美国的工人阶级来说是一条死胡同，而丰田的实践已经证明了另一条可行的发展道路。部分工会甚至威胁称，如果制造商不承诺采取多路径发展战略，他们将发起有针对性的罢工行动。制造商承诺采取多路径发展战略，政治话语正在悄然转变。
那些曾经被誉为绿色转型英雄的汽车制造商，如今正因为过度压注纯电动汽车而面临着来自工人的强烈反抗。因为归根结底，未来不仅仅关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更关乎普通劳动者的生存和尊严。当劳工运动开始明确其立场界限之际，另一场潜在的危机已经在酝酿之中，它深深植根于特斯拉全球帝国的核心。试想一下，特斯拉的根基是锂，当锂资源面临枯竭的风险时，将会发生什么？特斯拉全球供应链的噩梦在深入探讨之前，你只需完成一个简单的步骤：订阅。操作非常简单，只需几秒钟，我甚至愿意等你，谢谢。特斯拉的火箭式崛起不仅仅源于其富有远见的创新理念，更深层次上是建立在对关键矿产资源的掌控之上。锂、钴、镍这些资源大多开采自地球上政治最动荡的地区——刚果民主共和国、玻利维亚、智利、阿根廷。这些正是特斯拉全球供应链中最为脆弱的断层带，而这些断层正开始出现崩裂的迹象。仅刚果一国就供应着全球超过60%的钴矿，但是这种供应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政治动荡、武装冲突以及国际社会对童工问题的持续审查，使得每一吨钴的获取都充满了风险。在玻利维亚和阿根廷，围绕水资源和土地使用权的争议，引发了当地居民对锂矿开采的强烈抵制，导致生产作业放缓，成本不断攀升。所谓的锂三角虽然蕴藏着丰富的资源，但也同样动荡不安。随着这些地区局势日益不稳定，原材料的价格如同过山车一般剧烈波动，上个月可能暴涨20%，下个月又可能暴跌15%。特斯拉的生产成本如今完全受制于外国政府的意愿、社会运动以及难以预测的气候变化。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风险，更关乎国家安全。反观丰田，则采取了更为谨慎和多元化的战略布局，其新型发动机可以兼容氢能、生物柴油、合成燃料以及传统的汽油。混合动力系统无需庞大的电池组，稀有材料的使用量也大幅降低，其氢能技术更是从根本上规避了对锂资源的依赖问题。当特斯拉深陷于一个脆弱的全球供应链网络中时，丰田却能够灵活地转向多种不同的能源解决方案。这种战略上的灵活性，或许正是其最强大的武器。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升级以及资源民族主义的抬头，特斯拉对稀缺矿物的过度依赖很可能成为其致命的弱点。华尔街的投资者们已经开始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投资者背弃电动汽车救世主华尔街从不押注于所谓的先知，他只关注实实在在的成果。埃隆·马斯克凭借其卓越的远见、非凡的个人魅力以及对电动汽车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念，一手打造了特斯拉帝国。多年来，投资者们几乎是盲目地追随他的愿景。特斯拉的股价一路飙升，媒体的赞誉之声不绝于耳，公司成为了电动汽车革命皇冠上的明珠。然而，在丰田震撼性地发布其新型发动机之后，华尔街的情绪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当关于丰田氢燃料创新技术的传闻开始浮出水面时，特斯拉的股价开始出现明显的动摇。首先是分析师纷纷下调对特斯拉的股票评级，随后大型投资组合开始撤离。一些大型投资机构悄然减持了特斯拉的仓位，并将资本转向那些能源战略更加多元化的企业，例如丰田、现代和本田。一些对冲基金的内部记录显示，他们一边做空特斯拉的股票，一边买入氢能基础设施相关企业的股票。本田对冲基金在内部备忘录中开始做空特斯拉股票，同时买入氢能基础设施企业的看涨头寸。随后，主流媒体也开始跟进报道，那些曾经将埃隆·马斯克奉为硅谷救世主的财经媒体也开始提出尖锐的质疑。为什么特斯拉仍然孤注一掷地压住锂电池技术？为什么公司没有制定明确的氢能发展路线图？一家完全建立在电池技术基础上的公司，在一个电池技术可能不再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里，如何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散户投资者曾经是特斯拉最坚定的支持者，也开始撤出资金。曾经为特斯拉摇旗呐喊的 Reddit 论坛、YouTube 频道和 Twitter 话题串，如今充斥着对公司未来发展方向的质疑。特斯拉的品牌形象一直与其所代表的必然性紧密相连，但是如今这个精心构建的叙事正在迅速崩塌。正当公众开始对一切产生疑问之际，新一轮的颠覆浪潮正在海外悄然蓄势待发，准备在全球范围内挑战特斯拉的霸主地位。欧洲的反应对特斯拉而言并非好消息。德国曾对电池驱动的电动汽车的未来寄予厚望，而如今这场豪赌似乎正走向瓦解。多年来，包括宝马和奔驰在内的欧洲汽车制造商在严格的排放法规、
丰厚的政府补贴以及日益盛行的内燃机是过时产物的论调下，被迫加速向电动化转型。柏林、布鲁塞尔以及欧盟几乎所有主要的首都都聚焦于同一个目标：全面禁止内燃机汽车的销售，用电池驱动的替代品取而代之。然而，丰田的出现彻底打破了原有的格局。丰田新型氢燃料电池内燃机的亮相，在整个汽车行业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其中受到冲击最大的莫过于德国的汽车巨头们。据了解，宝马和奔驰已经率先在私下承认，他们对丰田的技术突破感到措手不及。他们整个的研发战略始终围绕着如何扩大电池系统的容量和提升续航里程，而不是从根本上重新构建汽车的动力系统。在一些闭门会议中，他们的工程师团队正争分夺秒地分析丰田刚刚公布的最新专利。与传统的氢燃料电池技术不同，丰田的发动机可以直接燃烧氢气产生动力，无需复杂的电池组或者庞大的稀土矿供应链。这项曾经被许多人视为小众的技术，突然之间被誉为未来最实用的解决方案之一。欧洲的监管机构则面临着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欧盟曾承诺在2035年全面禁止销售内燃机汽车，但是丰田的这项创新技术使得这一战略面临严峻的质疑。如果氢燃烧技术既能够实现接近零排放，又不需要像电动汽车那样庞大的基础设施配套，那么全面禁止燃油车的依据又在哪里呢？一场激烈的争论迅速爆发，欧盟委员会内部的政策顾问开始重新评估现有的排放框架。关于为氢燃烧技术提供豁免条款以及采取技术中立路径的传言开始流传。部分政策制定者警告称，过度执着于纯电动汽车的未来可能会导致欧洲在汽车技术领域失去其原有的领先优势。与此同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氢能基础设施投资谈判突然加速推进。德国、荷兰乃至法国相继宣布了试点计划，旨在扩展其国内的氢能加注网络。行业组织和政府机构也开始召开紧急峰会，试图弥补丰田刚刚暴露出来的技术差距。德国、荷兰乃至法国相继宣布试点计划，旨在扩展氢能加注网络。行业组织与政府机构紧急召开峰会，试图弥补丰田刚刚暴露的技术缺口。特斯拉呢，其在欧洲市场的份额，尤其是在德国、挪威和荷兰等国，已经开始出现下滑的趋势。曾经将特斯拉视为清洁出行先锋的消费者，如今开始提出一些令人不安的疑问，而特斯拉对此却保持沉默，至少在目前是这样。那些曾将特斯拉视为清洁出行先锋的消费者，如今开始提出令人不安的质疑，而特斯拉无言以对，至少目前如此。但在特斯拉尚未做出有效回应之际，另一个超级大国已经开始布局下一步的战略。中国的反击特斯拉在中国销售，丰田在中国生产，因此当北京需要决定支持哪家企业时，选择似乎并不困难。在过去的10多年里，特斯拉成功进入中国市场被誉为全球商业战略的杰作。上海超级工厂曾被视为国际合作的象征，它使得特斯拉能够规避高额的进口关税，实现大规模的生产扩张，并稳居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的领导地位。上海超级工厂曾被誉为国际合作的象征，它使特斯拉得以规避高额进口关税，实现规模扩张，并稳居全球最大电动汽车市场的领导地位。但这种主导地位也伴随着一些隐性的代价。日益依赖于一个拥有长期战略目标、独特经济优先事项和产业政策的国家。丰田氢燃料电池发动机一经公布，中国便以惊人的速度做出了回应。官方媒体开始刊发评论文章和专题报道，微妙地质疑纯电动汽车的可持续性，信号清晰而明确。未来的汽车能源结构绝不会仅仅建立在锂电池的基础之上。一夜之间，国家叙事发生了转变，从对电动汽车的狂热鼓吹，转向一个更广泛、更具战略性的能源安全布局、燃料技术多元化以及供应链韧性的建设。中国本土的汽车企业建梦汽车曾被视为特斯拉在中国市场最强劲的竞争对手，几乎立即做出了战略调整。该公司宣布同步启动氢燃料燃烧技术的研究项目，这表明即便是中国本土的行业领导者，也已不再将所有的赌注都压在电池电动技术上。这不仅仅是营销策略上的转变，更是产业政策和长期规划上的战略调整。在幕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悄然加速推进国家氢能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数十亿元的资金被重新配置到北京、深圳、上海等经济枢纽城市的加氢站建设项目上。地方政府也纷纷效仿，为选择替代燃料车辆的消费者推出新的激励措施，包括氢燃料汽车和卡车。信号再明确不过，纯电池时代可能已经接近尾声，对特斯拉而言，这个时机再糟糕不过了。其在中国的增长已经开始放缓，面临着来自本土竞争加剧以及消费者偏好转变的双重压力。如今，随着国家支持明确转向多燃料创新，特斯拉孤注一掷压住纯电动汽车的策略显得愈发孤立无援。
曾经看似颠覆性的优势，竟然在短时间内就转变成了结构性的弱点。更令特斯拉雪上加霜的是，丰田在中国汽车产业所拥有的独特地位，深植中国汽车产业的独特地位。不同于主要在中国组装车辆供国内销售的特斯拉，丰田拥有历史悠久的合资企业、深厚的制造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区域整合的供应链。它不仅仅在中国市场运营，更与中国市场协同运作，其发展模式与北京的产业目标高度契合。这种战略协同已经开始显现成效。消费者调研数据显示，氢能汽车正引发日益增长的关注，尤其受到那些对新技术非常了解的年轻驾驶者以及居住在拥有新型加氢基础设施的城市中心的消费群体的青睐。丰田早期原型车的视频展示氢燃料发动机轰鸣启动的场景，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广泛传播，引发了工程师、学生以及汽车爱好者的热烈反响。学生和汽车爱好者中掀起热潮，反观特斯拉却陷入了日益加剧的媒体沉默之中。正面的报道逐渐枯竭，而关于电池衰减、火灾风险以及稀土矿开采的环境和社会问题的报道却开始在各大平台热传。与此同时，特斯拉作为尖端创新者的形象正悄然淡出公众视野。正当特斯拉努力评估其所遭受的损失之际，真正的战场已经开启，并非国家之间的对抗，而是汽车行业内部的激烈角逐。电动汽车行业的内战汽车产业历经10余年，正朝着众人眼中不可避免的终点迈进。全面电气化，行业领袖、政府官员以及环保活动家们都聚集在同一个信念之下，要么实现电动化，要么被时代淘汰。内燃机被宣告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电池驱动被认为是未来的方向，而特斯拉正是这场变革的引领者。然而，丰田却投下了一枚震撼弹，其氢燃料发动机的问世近乎零排放、多燃料兼容，摆脱了对稀有电池材料的依赖，在全球汽车行业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曾经看似坚不可摧的共识幻象瞬间破灭，随之而来的并非温和的辩论，而是一场行业内部的激烈内战，战火正在悄然点燃。福特在一次例行的财务报告电话会议中披露，其混合动力车型的销量不仅保持稳健，更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态势。公司高管指出，消费者对灵活的燃料选择展现出超乎预期的粘性，相关需求正迅速攀升。1周之内，通用汽车紧随其后，宣布推迟多款纯电动车型的上市计划，转而将重心更多的放在混合动力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研发和生产上。纯电动世界的梦想骤然间显得摇摇欲坠。向来以高调和行动迅速著称的特斯拉，在此关键时刻却保持了出人意料的沉默。在公开场合，该公司仍然坚守其纯电动的信仰。埃隆·马斯克多次强调电动汽车发展不可阻挡的论调，但在私下里质疑的声音却越来越大。供应商表达了他们长期的担忧，工程师们私下里质疑特斯拉过于僵化的发展路线图。投资者开始质疑公司是否变得过于固执，更执着于其宏伟的愿景，而不是对现实情况做出灵活的调整。丰田并非孤军奋战，本田正加倍压住氢燃料电池技术，并与丰田组建了开发联盟。现代汽车也重启了其氢能汽车的计划，并敦促韩国监管机构支持多元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大众汽车内部则出现了明显的分裂，一部分人坚持激进的电动汽车目标，而另一部分人则呼吁采取更加平衡的策略。这已经不仅仅是一场技术之争，它正在演变成一场理念之争。一方是纯粹主义者，他们坚信纯电动汽车才是唯一的真正的解决方案，而另一方是务实派，他们认为丰田的创新并非倒退，而是一种更符合实际情况的进化。媒体迅速跟进报道，各种新闻头条纷纷高呼大转向，汽车制造商必须在一个新的转折点上，在两种相互竞争的未来愿景之间做出选择。未来将是一个由单一技术主导的世界，还是一个更加灵活和多元化的格局？曾经是颠覆者的特斯拉，如今却显得有些固步自封。这场战争远不止于董事会会议室里的讨论，电池供应商与混合动力技术开发商开始结成新的联盟，软件公司也在积极拓展其在不同动力系统平台上的布局。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激烈的人才争夺战，工程师们纷纷涌向那些能够提供更多创意自由和发展机会的企业，初创企业也趁机而动，向那些厌倦了充电限制和供应链瓶颈的世界积极推销其混合动力氢能技术平台。宣传口号也开始出现明显的分化，旧有的标语全面电气化正逐渐被新的口号所取代，选择你的解决方案。特斯拉依然保持沉默，但是来自各方的压力正在与日俱增。埃隆的决断，这位曾让电动汽车成为时尚潮流的引领者，这位曾迫使全球汽车企业推翻既有规划，重新踏上征程的先驱终于开口了。他的言论在行业内激起了轩然大波。
在一次科技论坛的直播中，有人直接询问埃隆·马斯克，特斯拉是否会考虑生产除纯电池电动汽车以外的其他车型。短暂的沉默之后，他突然转移了话题。我们正在全面评估所有的可能性。他坦言，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仅仅这一句话，便在业内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几天之内，内部消息证实了行业内长久的猜测。特斯拉已经悄然组建了一个新的研发团队，专注于氢燃料燃烧技术和混合动力系统的整合。有知情人士透露，基于简化版 Models 平台并搭载实验性氢能系统的原型车正在进行测试。对于特斯拉的长期支持者来说，这无疑是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埃隆·马斯克过去10多年里一直对氢能持嘲讽态度，称其为愚蠢的电池和效率低下的死胡同。他态度的突然转变引发了诸多疑问，他究竟是在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还是在向丰田的技术领先地位妥协？特斯拉曾经精心维护的品牌形象开始出现动摇，论坛投资者和媒体纷纷探讨马斯克转变策略的深层原因。他是否依然是引领人类进步的创新者，还是仅仅是又一位试图在变革浪潮中求生存的企业领导者？为了重新掌握舆论的主导权，特斯拉密集发布声明。马斯克暗示未来的车型将提供多种燃料选择，并提及针对实际驾驶场景进行优化的混合动力续航方案，以及正在研发的新型电池化学技术。特斯拉似乎正将其品牌定位从专注于纯电动转向更为灵活和多元化的方向。公司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凸显。那些因为对纯电动创新的坚定信念而加入特斯拉的工程师们，此刻正在质疑公司的核心使命，团队士气低落，发展方向变得不明朗，投资者们迫切需要明确的答案。特斯拉究竟是在追赶丰田的发动机技术，还是准备实现技术上的飞跃？公司未来的研发重点是转向混合动力系统，还是加大投入，以求在新一代电池技术上取得突破？目前尚无明确的答案，投资者们迫切需要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特斯拉究竟是在效仿丰田的发动机技术，还是计划实现跨越式的技术进步？公司是将重心转向混合动力研究，还是将更多资源投入到下一代电池技术的突破上？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切的答案。消费者也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变化，在线上的讨论变得异常激烈。一些人称赞马斯克的适应能力，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对特斯拉最初理念的背叛。电动汽车的梦想是否已经破灭，或者仅仅是演变成了一种更为复杂的形式？丰田对此保持沉默，似乎无需多言。他们的战略早已开始实施，相关专利已经提交，技术也已投入应用，基础设施正在逐步完善。而最关键的是，丰田的长期坚持似乎得到了验证。特斯拉这家曾经引领整个汽车行业竞相追逐的公司，如今似乎也加入了追赶者的行列。因为丰田不仅在电动汽车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更在重新定义清洁可持续的未来。至于埃隆·马斯克，他似乎不再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而是在学习如何遵循他人的规则。但关键的问题在于，您对此有何看法？公众对此事又是如何看待的呢？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观点。感谢您的阅读，我们下期再见。